我1个月工资3万，老板嫌我薪水高，在我刚为公司拿下一个大项目的时候，他为了不给我高额提成，竟然把我列入了裁员名单。我在公司大闹一场，然后潇洒离去。1个星期后，老板拿着10万跪求我回去上班，不然他的公司就要倒闭了。小陈啊，你来公司也快4年了吧？有个事儿和你说说。老板，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公司现在经营困难，需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，降本增效。研发部决定优化一部分人效低的员工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脑子里懵了半晌才回过神来，老板这是要让我滚蛋？我张大了嘴，愣愣看着他。我刚给公司创造这么大的业绩，公司竟然要辞退我，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赶紧说道：王总，我是程序员当中公认技术最好的，最难啃的单子都是派给我来做，而且我还刚刚通过星云项目的验收，我的人效怎么会低呢？老板蹙起眉，双手一摊，做了个无奈的动作。现在经济下滑，各行各业都很困难，公司现在举步维艰，走到裁员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，你理解一下。听着这荒谬的理由，我气炸了。说什么公司经营困难、举步维艰都是屁话。星云集团的项目是公司签过有史以来最大的单子，收入是其他项目的10倍，今年业绩明显比去年增长了很多。我忍住心中的狂怒，冷声道：既然王总要我走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只要星云的项目提成，还有裁员补偿款到了，我马上交接走人。老板的目光在眼镜后闪躲了一下，笑了笑，没有搭话。他身边的总监徐朗接过话茬：陈浩啊，星云的项目只是通过验收，款都还没结呢，公司没收到钱，怎么给你发提成？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，急道：当初可是说好了的，通过验收就算我达成业绩，况且项目是有预付款的，零头都比我奖金高。老板往椅背上一靠：小陈啊，你不知道经营一家公司有多花钱，养活这么多人，日常各种费用开销花钱如流水，那些预付款早就消耗光了，公司现在账上没钱，都比脸都干净，你让我怎么给你发提成？我无语了。年初老板还从公司提前去花城买了套独栋别墅，上个月又带老板娘去欧洲旅游扫货，怎么会没钱？王总，您不能这样耍我，为了这个项目我辛苦1年，熬夜不知道掉了多少根头发，这个时候你要辞退我，明摆就是耍赖，不想给钱。老板脸色一沉：你怎么说话的？全研发部就你的工资和奖金最高了，这些年公司没亏待过你吧？年轻人不要贪得无厌。老板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我薪资高，奖金多，那是因为我负责的项目最多，给公司创造价值最大，怎么就贪得无厌了？一旁的徐总监怒斥道：陈浩，请注意一下自己说话的态度，说的跟自己多有能耐似的。你说你辛苦1年，难道这1年没给你发工资吗？没错，你一个2本毕业的大学生，才来公司几年，薪水比其他同事高那么多，你自己好意思吗？看着他们一唱一和，我明白过来，前一段徐朗向老板提出，研发部是公司成本最高的部门，应当降本增效，减少部门预算。他入驻研发部之后，不但一点作用都起不到，还用各种理由克扣我们的奖金与绩效。现在把我裁了，部门费用就能省下30多万，这正是他降本增效带来的绩效。他们肯定还认为，现在星云项目完成验收了，随便找个薪资比我低的程序员做维护，这样又能节省费用。我呆呆看着他们，之前听说过卸磨杀驴、过河拆桥，没想到这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老板见我发愣，笑得意味深长：你放心，该给你的补偿1分不少都会给你的，如果没问题，就可以办离职手续了。我的心已经凉透了，公司的离职补偿金向来都是用基本工资来算的，加在一起还不到项目奖金的1/10，说的好像多大方似的。这时我也豁出去了：王总，项目奖金是我应得的，当初这些都有文字记录，如果你不发，我就去劳动仲裁机构申诉，我绝不会忍气吞声的。听我这么说，老板的目光也冰冷下来。本来想着和你好聚好散，你如果硬要这样，那就走法律程序吧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仲裁流程的时间可长得很，这期间你是没法去找新的工作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我一怔，背脊一阵冰凉，看来老板还真是有恃无恐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我咨询了律师朋友，朋友说奖金这类的承诺仲裁确实很难认定，真的走法律程序肯定旷日持久，让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。想到自己的房贷、车贷，我都快崩溃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个陌生来电。你好，我是东阳软件 HR 刘斌，听说你已经离职了，请问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东阳？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。刘斌在电话那头笑了笑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在皖省有个大客户要上一套大数据分析的系统，需求与星云基本一致，我们需要找一位有相关经验的技术人员做项目负责人。你是说东阳请我去当项目负责人？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。刘斌却爽朗地笑了。呵呵，没错，听说星云项目由你整体设计并交付，我们觉得你是这个项目最合适的人选。至于薪资，将会比你之前高出50%，项目奖金也只高不低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项目马上要启动，需要你尽快入职。可是我离职手续都还没办，是不是有点太突兀了？那请你尽快办理手续。我们秦总在之前星云项目投标会上见过你，他很赏识你的才华。秦总还交代了，你过来不用走面试流程，直接就可以入职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人生际遇还真是大起大落。东阳软件是业界的翘楚，说是行业标杆都不为过。
能在东阳这种大厂上班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，让我面试入职，还是项目负责人，我还真的有点心动。可是如果马上入职，就要放弃和原公司的劳动仲裁，平白无故损失30几万的奖金，我的心中又有许多不忿。但转念一想，能进东阳软件做项目负责人，那对我来说不仅是职业生涯上质的飞跃，单算薪资和奖金，这30几万很快就能挣回来。想到这里，我下定决心尽快离职，入职东阳。第二天，我来公司交接，不再提项目奖金的事情。徐朗一点也不意外，更是在交接的时候上蹿下跳，变着法让我难堪。他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，你们要盯着，别让他顺走公司的财务，还有检查他的云空间，别让他偷偷带走公司的任何技术资料，把他电脑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吃里扒外干私活。我冷冷看着他表演，心中愤怒至极。环顾四周，平日里与我关系不错的同事，明知我遭受不公，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发声。我心中一阵苦涩，职场人人明哲保身，这样的团队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徐坤，你过来和陈浩交接一下。听着徐朗的语气忽然柔和下来，我不由一怔，这才看到我工位上名字已经换成了蔡坤，一个小个子年轻人站在那里。给大伙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许坤，刚从国外硕士毕业回来，以后负责星云集团的项目，大家以后要多帮衬一下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把我赶走是为了给他弟弟腾位置。我打开电脑，冲着许坤道：“这是交接清单，需要我从头到尾和你说一遍吗？”许坤点点头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徐朗抢先说：“不需要再说一遍了，我弟弟国外名校计算机系硕士毕业，需要你一个2本毕业的来教吗？难道会有什么技术是你懂而他不懂的吗？真是笑话。”我像看傻子一样看他，又看了一眼一脸茫然的许坤。行，没问题，那请在交接清单上签字吧。人资继续给我办完离职手续，等我签完一摞文件之后，徐朗一把抢在手中，突然莫名其妙哈哈笑了起来。我正怀疑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，可他已经指着我笑弯了腰。陈浩，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去东阳软件入职呢？我准备走人，听到这句话，双腿如灌了铅一般，顿时迈不动了。这事儿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我心中隐隐感觉有些不对，紧紧盯着他。徐朗那好似废气种的笑声，把同事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。陈浩，麻烦你动动脑子吧，东阳软件程序员都是985、211毕业的，你不会以为你一个2本毕业的也进得去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就进不去呢？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我。刘斌的演技不错，我让他帮个忙，耍你还真是天真。就你这脑子，还敢和公司走劳动仲裁，还不是被我随便拿捏？他话音刚落，全场一片寂静。我突然感觉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。公司为了逼我走，居然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真是高估了他们的下限。跟我玩，你小子还嫩着呢，我想弄死你，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看着徐朗那幸灾乐祸的嘴脸，我气得全身颤抖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双拳紧握，全身青筋暴起，死死瞪着他。他看我这样，立刻凑到我的面前，摇头晃脑。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你想打我呀？哈哈哈，有种你打呀，来呀！他的话音未落，我一巴掌狠狠抽在他的脸上。之前在公司，他3番5次针对我，当时碍于同事一场，自己又是下属，才一而再再而三容忍他。可现在都被欺负到这般田地，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？想挨揍是吧？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他妈几十岁的人了，心眼比针尖还小，嘴比茅坑都臭，还成天压榨我们，老子打的就是你！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整个部门的人都目瞪口呆，可我还是不解气，指着他的鼻子继续说道：“你算什么研发部主管？代码一句不会写，文档也看不明白，连 Excel 表格都不会做，光靠拍老板马屁当的总监，一天到晚除了混吃等死，就是造谣生事，使绊子，吃回扣你倒是在行。你说你算个人吗？”你说够了没有？陈浩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坐牢？你不是很能耍我吗？以为我是老实人就好欺负是吧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逼我走人，你就不觉得害臊吗？陈浩，你敢在我的公司闹事，这回你完蛋了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。陈浩，你完了，这回你完蛋了，你把人打成这个样子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。行啊，那我几十万的项目提成也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也等着劳动仲裁吧。你别忘了，刚刚你签了离职手续，你就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你怎么申请仲裁？是吗？刚才我签的离职文件都在这里，只要我全部撕了，就不算离职，我照样可以走劳动仲裁。老板看着我手中的文件，眼神也变得犹豫起来。他想了片刻，脸色变了变，一咬牙：“行，你把离职文件给我，今天这事情就算了。”周围的同事发出一阵惊呼，没料到老板会这么说，而我却知道这回赌对了。如果真报警处理，双方拉锯，不仅官司旷日持久，在业界还会闹出笑话，对公司的名声也有损。他当然希望大事化小，毕竟30万的奖金加上各种诉讼费不是小数目，与帮徐朗出气相比，刻薄寡恩的老板选择哪个自然可想而知。王总，不行，这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难不成我被白打了？我要报警，我要他坐牢。我冷笑一声，冲着老板双手一摊：“王总，看来徐总不愿意啊，那这离职文件我可不能给你，请好律师，等着劳动仲裁吧。”慢着，王总，我被他打成这样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哈哈，王总，你看，徐朗口口声声说要降本增效，
涉及到他自己就不愿意了，宁可公司赔我一大笔钱，也要和我置气。老板看着徐朗，沉下脸。徐朗，这事情就这么算了，大不了你的医药费公司出了。我哈哈大笑，这凉薄的老板果然只考虑他自己，为了利益可以出卖我，自然也可以出卖徐朗。徐朗气得直跺脚，五官都扭曲了。老板有些不耐烦了，为了公司，你委屈一下。徐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憋了半天，最后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：好。看着主管一脸猪头样，涕泪横流，明明对我恨之入骨，却又不敢发作的憋屈模样，我心中畅快极了，比拿到30万奖金还要爽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徐总监，给我过来签个承诺书，保证以后不再追究此事。就这样，我被公司辞退了，30多万的提成也没拿到，成了个无业游民。第二天一早，正在睡懒觉的我，突然被甲方经理的电话给吵醒了。陈浩，关于大数据分析系统，我们整理了10几个迭代需求，需要和你再对接一次。我揉揉眼睛坐起来，刚想问是什么需求，忽然想起自己已经离职了，苦笑道：胡经理，我被老板炒鱿鱼了，后面有需求找我同事对接吧。什么？胡经理惊讶的声音几乎把我的耳膜刺破。项目才通过验收，后面还需要升级迭代，这可是写在合同里面的，你们老板怎么把项目负责人给辞退了？我赶紧把手机拿远了点才说，胡经理，我们老板觉得我薪水太高，要降本增效。胡经理怒了，搞什么呀？就算要更换项目负责人，也要来我们这里交接的，现在这样算什么回事？降本降到我们星云的项目上来了，你们老板是不是觉得通过验收就稳了？胡经理，真不好意思，老板把我给炒了，我现在还忙着找新工作，要不你直接找我们老板。电话刚放下不到1个小时，几个前同事的电话就接二连三的打过来。小李啊，什么事？知道哥现在困难，要帮我介绍新工作吗？不是，哦，你说星云那个会员数据标签要重建，怎么调整？这你咋问我啊？现在是徐坤那个海归在维护，你该去找他。什么？他啥都不会，把锅推给你，那我能咋办？我现在失业正找工作呢，你找老板协调吧。刘姐，你找我有事。小陈，你负责那个项目的底层代码是怎么做的？甲方刚才要我们这边改动一下。我的技术文档都交接了，手里又没有备份，早忘记当初怎么做的了。你们直接看文档就好了呀。可是新来的徐坤看不懂啊。他看不懂你找我有啥用啊？他又不是我儿子。被一连串的电话吵得我头都大了，刚想出去散散心，一个陌生电话又打了过来。陈浩，星云的代码出了几个问题，一直没做好，你赶紧回公司来看看。你谁啊？我是徐坤。我一听是这小子，笑了。你弄出问题，关我屁事？怎么不关你的事？之前都是你写的代码，现在出了问题，当然要你负责。我慢条斯理说道。笑话，你都说是之前了，之前我的代码可没问题，现在你一接手就出问题，要我来负责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可当时交接的时候只有文档，你没有和我好好对接。我记得当时要把交接代码和你说一遍的，可徐朗不让啊，说我懂的你都懂，我不懂的你也懂，你都这么懂了，还找我干啥？我又不是你爹。徐坤被我对得一阵语塞。别开玩笑了，陈哥，客户那边好几个模块无法运行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啊。无法运行？我分析一下，按你说的现象，很可能是接口的问题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数据有可能丢失，最后整个系统都会崩溃哦。其实解决也不难。对，我也觉得是接口代码的问题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关我屁事。说完我干脆利落挂了电话，然后直接拉黑，对别人还留个3分情面，对徐朗姐弟俩我还客气啥？接了一个上午电话，我算是弄明白了，徐坤就是个书呆子，根本没有项目经验，而且人品和他姐一样，干啥不行，甩锅第1名。接下来几天我把资料上传到招聘网站，陆续收到了好几个同行的面试邀约，我正打算整理资料赴约，居然又接到东阳软件 HR 刘斌的电话，我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接起电话就破口大骂：姓刘的，你还敢打我电话？当初你和徐朗合伙，把我耍我团团转，害我白白丢了30几万的奖金，现在我连工作都没了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小陈，你听我说，当初是徐朗找我帮忙耍你，我虽然按他要求给你打了电话，但我可没耍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脑子有点懵。当时和你说的入职东阳的那些话都是事实，我们秦总确实很赏识你。可是当时你怎么不跟我明说？当时你不是还没离职吗？我要是说了，你可能就和前公司硬刚到底了，那还怎么来东阳？我和徐朗的立场一样，希望你尽快离职，只不过我的目的是希望你加入东阳，所以我是既帮了徐朗的忙，又为公司找到合适的项目负责人，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无语了，这事情还能这么办？陈浩，秦总出差回来了，他现在想见你一面，谈谈入职的事情，你能来吗？能，当然能。很快我与秦总见了一面，他是个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不拐弯抹角，与钱老板正好相反。这种工作风格的领导，正是我们技术人员最喜欢的。秦总很有格局，不但和我谈了薪资待遇和入职后的岗位职责，还对我整个职业生涯做了清晰的规划。我当场就办了手续，下周1就正式上班。刚回到家，还没来得及兴奋，又一个电话进来，居然是钱老板。我猜肯定是星云项目出大问题了，否则平常都不管具体经营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打电话给我。我接起电话，不出所料，老板还是原来的套路。小陈啊，之前没给你发奖金，确实是公司账上没钱，现在公司账上有钱了，我还是打算慢慢把钱发给你的。我一听就笑了，谢谢了，
王总，那把款打过来吧，我这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别挂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来公司坐坐，我想找你聊聊。哎，王总，我没时间啊，正找工作呢，下个月房贷、车贷都没钱交了。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小陈啊，你之前奖金先打3万给你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。哎，王总，现在我急着找工作啊，好几家公司等着面试呢，有事儿咱们改天再说吧。10万，不能再多了，剩下的我们聊完再转给你。不到片刻，手机上收到10万的款，我悠哉悠哉回到原公司，同事们看到我出现，一个个眼神中闪过惊讶与尴尬。我若无其事和他们打招呼，直接就往里面走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迎面徐朗正走过来，他脸上的伤还没消肿，见到我顿时就傻住了，他伸出手指着我，脸上惊疑不定。陈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快速向他逼近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可不要乱来呀！我将他逼到角落，忽然一笑，我来做什么？关你屁事！说完，我大摇大摆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。才几天不见，原先满脸油光的老板像死了亲爹似的，满脸颓废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200多斤的老板顿时从沙发上弹起来，眼神如饿狼看到肉一般。小陈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坐。那个谁，赶快给冲杯咖啡，快点。小陈，这里有10万，只要你愿意回来帮我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你。王总，你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，是你亲自把我赶出公司的，现在你说这话不觉得讽刺吗？好马都知道不吃回头草。小陈啊，咱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共事，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你这么一走，我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啊。我知道前几天老哥做的有点不地道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一般计较嘛。又是这一套，我打断他的喋喋不休。王总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？那啥，我还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王总，你也太抬举我了吧？公司里人才济济，我一个2本毕业出来的渣渣，还能帮上您什么忙呢？哎，小陈啊，之前老哥我是猪油蒙了心，和你闹了些不愉快，但我想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应该是不会往心里去的吧？笑话，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才为公司拿下一个大项目，你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可你竟然连我的提成也要私吞，还把我列入了裁员名单，有你这样当老板的吗？这人嘛，哪能不犯错误？我那时候是财迷心窍，才做了糊涂事。再说了，出来工作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，咱们还得往前看不是吗？这些年你也是在公司成长起来的，对公司对同事肯定还是有点感情的吧？那是当然。老板见我这么说，眼睛立马就亮了。星云项目你的奖金也还没发，我看你不如回来上班，继续负责这个项目，等后面星云的款到账了，我第一时间把奖金补给你，你看行吗？好家伙，还是这个套路。我之前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，最后又是个什么下场？他打的什么算盘？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。来来去去就是这套，还真当我是之前那个任劳任怨的小陈。王总，我的人效太低，拿的薪水又高，还总是给公司添麻烦。再说了，我都把徐总监给揍了，再回来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也不合适，说是不是？老板脸上的笑容立马僵住，他脸色变了变，再次挤出一丝干笑。小陈啊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不满，徐朗是做的过分了点，但他不是也被你打成猪头了？该出的气你也出了，你何必还揪着不放呢？还有你这么一走，星云这个项目就成了一堆烂摊子，客户天天投诉，这项目毕竟也是你的心血，你也不想看到这个项目搞砸了吧？这样你在行业中的名声也会有影响。再说了，就算你和老徐不对付，可你和其他同事不是相处的还不错吗？你也不忍心看着他们为了这个项目扣薪水和奖金，对吧？我无语了，看来还是低估了老板忽悠人的能力。明明是公司炒我的鱿鱼，弄得好像是我主动离职跳槽似的。王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是你亲口说公司效益不好，我人效太低，把我给炒鱿鱼的。现在怎么说成是我一走了之，给公司留下个烂摊子？至于各位同事，我平时能帮忙的尽量帮了，总不能我都走了还得回来帮他们，他们又不是我儿子。老板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咬咬牙继续道：小陈，你看要不这样，你回来继续干，老徐我可以把他调回行政部，你先当研发部副总监，我向你保证，等星云项目结束了，就立马升你为总监，待遇按最高标准来。我笑了，老板还是套路深啊，这一副施舍我的口吻，若是之前肯定会让我感激涕零，可我现在早看透他的为人了。不好意思王总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到新工作，再回来就不合适了。老板满脸的不信。什么？你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？你可别忽悠我。这样吧，薪资再给你加10%，这下你总没话说了吧？我笑着往沙发背上靠了靠。王总，我还真没骗你。要说这份新工作，那还得感谢徐总监，是他给我介绍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跟他一直不和，他怎么可能会给你介绍工作？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既然你不信，那就叫徐总监进来问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老板一头雾水，立刻把徐朗叫了进来。徐朗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公司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帮小陈介绍工作？你是嫌星云的项目死得不够快？老板气急败坏。我什么时候给他介绍工作了？徐朗莫名其妙看向我。你小子可别在这里信口开河，我巴不得你早点丢工作，怎么可能还去帮你介绍？徐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不是你把我推荐给了东阳 HR 刘斌的吗？
我马上就要入职东阳软件了。徐朗一脸懵逼，你是不是傻？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呀，这你也当真？哈哈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一不小心就弄成真的了。我现在是东阳软件研发部项目负责人，感谢徐总对我的栽培。徐朗急了，冲着老板喊道：王总，你别信他，他肯定是在骗你的。我当初可是让刘斌忽悠他，好让他尽快离职，这事您不是也知道的吗？老板脸色沉了下来，呵斥道：你给我闭嘴！我哪里知道这些？就算知道，我也不能让你做这种下3万的事情。好了，你们两个都别吵了，反正我下周就要入职东阳了，这全靠徐总牵线搭桥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他掏出电话，开了免提拨了出去。刘斌的声音很快从听筒里传了出来。陈浩说他已经入职你们东阳了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我按你的要求和他说了，他也答应入职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真入职了？我不是告诉你甩一下他就行了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徐小姐，咱们俩很熟嘛，我干嘛要听你办事？再说了，我们秦总很赏识他啊，能独立完成星云项目的人，哪家公司不抢着要？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，你们为什么要炒了他？刘斌，你敢耍我？我咋耍你了？你让我给他打电话，又没说不能招他。再说了，他都离职了，我们东阳招他又碍着你什么事了？徐朗面如死灰，看着老板越来越冰冷的眼神。我知道徐朗姐弟俩在公司的时间是倒计时了，当初你们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的我入职东阳，是你们高攀不起了。徐朗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滚！今天就给我滚！老板的声音几乎要把天花板都掀翻了，我懒得听他们掰扯，起身就走了出去。我入职东阳软件，担任了新项目的负责人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到新项目的调研工作中。有了星云项目的经验，新项目我少走了很多弯路，而且东阳给我配套的人力物力都不是原公司可以比的。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仅仅3个多月，项目就通过了甲方验收，而原公司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听之前同事私下说，星云的项目已经停摆了，不但被要求退回全部的预付款，还要对项目延误做出了赔偿。老板这几年挣的钱全都赔了进去。可事情还没完，因为星云项目失败造成的恶劣影响，原公司的其他客户也纷纷在合作到期后没有选择续约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口碑下滑，新市场的开拓也受阻。原先老板正在谈的风投公司也打消了投资计划，公司已经是岌岌可危。至于徐朗父子，早被老板炒了鱿鱼。我拿着新的成功案例去拜访星云集团，由于我对星云集团的需求了如指掌，再加上新方案更成熟，产品性能也更稳定，很快便与星云集团达成合作。2个月之后，星云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切换上线成功，前公司的不少客户也纷纷转换门庭，与东阳合作。这天，团队开了庆功宴，深夜才回家。路过前公司那幢大楼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被几个混混围着。那是前老板王总。听说公司倒闭后，他资不抵债，所有财产被法拍，自己也欠了高利贷，成了老赖。看到有人过来，那几个混混这才骂骂咧咧的走了。我走过去将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一见到是我，哪里还有当初的趾高气扬，哆嗦着嘴唇就哭了起来。陈浩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？忽然间，他的表情变得狰狞，上前拽住了我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一走了之，星云的项目就不会停摆，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一把将他推开。王总，到了现在，你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垮的吗？你从来不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，公司里为什么真正有本事的人一个也留不住，剩下的都是一些马屁精。老板一愣，突然歇斯底里叫起来：是徐朗，都怪徐朗，我好恨啊！我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哎，当初一开始你有冲劲，有闯劲，公司也发展得很快，可挣到钱之后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天天图着享乐，公司也不管，只会一个劲的压榨员工，克扣奖金。徐朗不就是能干这事，你才重用他的吗？现在的市场环境早就不一样了，科技企业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看着他愣在当场，我笑了笑，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去了。